为什么很多人辛苦一生，依旧没能摆脱贫困的命运？打工是否能够实现财务自由？底层如何才能改变赤贫的命运？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人是一种复杂多变的生物，而我们的人生也是由诸多不同的条件综合而成。抛开出生的因素，身处底层的人要抓住改变命运的机遇。一生之中的机会并不多，总结下来就3次：第一次是高考，第2次是择业，第3次是创业。首先来说高考，很多人辛苦一生仍然生活在社会底层，一大因素就是没有通过教育改变命运，也没有把学习当成出路。读书学习一直是底层人实现向上流动、改变自身命运和阶层的重要途径。即使是现在，高考依然是普通家庭改变命运最廉价也最稳妥的方式。可能有的人会反驳说，现在读书还有啥用？大学毕业生千万，3000块请不到农民工，却能招到一批大学生。这是因为大多数人的认知都是有偏差的。很多人都觉得读大学就是为了那一纸证书，包括很多父母从小就给孩子灌输一种思想，就是读大学目的是为了找一个好工作。然而这本质上是一种乞丐思维，它会潜移默化地告诉我们，大学文凭只是可以养活自己的饭碗而已。这种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很多孩子积极探索的天性。但读大学的真正意义在于格局与思维的转变，这些东西会对整个人生有着极大的帮助，更加关乎未来在工作生活中的角色。我们处在一个多元而复杂的社会，想要把握住机遇，首先得知道什么是机遇。机遇来之前，我们得准备什么？而这些考验的就是一个人的思维模式和决策能力。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在以他人的理解和经历去构建自己的思维模式，然后再用这个思维模式理解这个世界。思维模式的不同，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做效果会截然不同。上过大学的人相对来说拥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专业技术能力，思维也更加开阔，能够适应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且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和上过大学的人相比，最大的短板就在于未来的发展没有确定性。也就是说，未来可能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被社会所淘汰。那些原来在手工工艺方面具有相关技艺的人，他们在原来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时候，可能凭着手艺可以取得良好的收入。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他们这些手工艺的技术完全被新的科学技术所替代了。他们原来的这种手艺就缺少了谋生的资本，这就直接导致了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在未来的竞争当中丧失了较强竞争力。再来说说第2次机遇择业，很多人辛苦一生仍然生活在社会底层，原因其2就是因为从事了没有成长性的工作，年龄越大越不值钱。网上有个段子很好的说了这一点，你见过哪个工地搬砖的工人因为搬砖搬得又快又好，最后成为房地产大亨？你见过哪个外卖小哥因为送外卖送得又快又好，最后房车美女加身？有些工作属于成长性工作，每天处理的事情都不一样，每天面对的人也不一样。这种工作能够积累经验，积累人脉，不断成长，哪怕遭受挫折，经受委屈，但增长的是自己的本事。这种本事是自己的人走到哪里，本事带到哪里。这类职业越老越吃香，因为他们在本行业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和价值。但有些工作天天重复一样的工作，干几个月就成为熟练工，然后几十年如一日重复简单的内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别人工作是为了成长，你这种工作就是复制日子。这种重复机械性的工作做的时间越长，工资收入水平不但不会增长，还会不断贬值。因为这种职业随时会被人工智能取代，或者被更年轻的新人取代。人的收入是跟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成正比的，你越不可替代，那么你的收入就会越高。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的工作不需要太多的专业技能，任何人培训半天就可以上岗。这种工作替代性太强，很多人即使每天起早贪黑，但他们的工资只比最低生活保障高不了太多。当然，这种没有成长性的工作最大的危害并不是工资低，而是会磨掉一个人激情，固化一个人的思维。在工厂流水线上做过的人可能都了解，他们每天的聊天内容无非是骂工厂的饭菜不好，骂领导的管理水平不行，骂加班，算加班和工资，再加上严苛的时间管理，他们不仅没法学习，甚至没有时间顾及自己的生活。长此以往，他们心里也就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把手上的事情做好。一个人能赚到的钱和想突破的借口，一定和自己的能力和周边的人脉有关。不过长时间待在这样的环境里，即便告诉他们有一个改变的机遇，他们甚至连看都不会看，他们只想早点下班。
最后再来说说创业，我相信没人愿意一辈子打工，但为什么有的人创过业做过生意仍然生活在社会底层？为什么穷人的第一次创业注定会失败？答案是盲目。对于普通人来说，失败的试错成本非常高，失败一次可能就需要5-6年时间来翻身，失败2次可能一辈子就完了。在生活中，我经常看到有的人好不容易攒了一点钱，就稀里糊涂的去创业。当你问他创业做什么的时候，很多人要么是没想好，要么就是看别人说做什么赚钱就赚钱，完全是用一腔热血去创业，拿了半辈子的积蓄准备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结果亏得连车公路都没了，后半辈子只能打工还债。创业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指的是时代红利、政策风口，地利指的是市场环境、位置区域，人和指的是个人能力或者团队能力，三者缺一不可。但很多穷人对创业有很多错误的，一是痴迷赚快钱，所以很容易被割韭菜，而且很多赚快钱的方法其实都是存在风险的。但对于大部分穷人来说，很多时候真输不起创业，其实就像是一场艰苦的马拉松。如果你抱着一夜暴富的心态去创业，那么多半跟用100米冲刺的跑法跑马拉松的结果差不多，会在中途就猝死在赛道上。你看到的那些一夜暴富，只不过是人家量变引起质变的结果，没有前期足够的积累，带来后期的一鸣惊人。二是懒于思考，没有思考的创业必定会失败。很多人之所以创业失败，就是因为前期对行业的了解不够透彻，把一切都想得过于简单，完全采用走一步看一步的方式去创业，也没有一个计划，甚至连备用的方案和退路也没有准备。这种情况下很难做到不失败。三是眼高手低，高估自己是创业者大忌，做事情一定要量力而为，高估自己往往会造成一种无法承受的局面。高估比低估更危险，低估无非是把困难想得大一些，错失一些机会少赚了一点，但高估很容易让人降低敏感，失去警惕，一旦出现不可测风险就会非常被动，所以导致的结果不是少赚，而是巨亏。所以很多人辛劳一生却仍然生活在社会底层，并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辛劳一生是一种同质化非常严重的事。对一个体力正常、身体健全的人来说，仅仅做到辛劳一生并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虽然这个过程看起来很辛苦也很忙碌，但其实是很简单，很多人都可以做到。可是社会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忙碌代表不了成就。如果只顾埋头苦干，不去提升认知和能力，那么所谓的辛劳往往都是自我感动而已。底层人民如何才能改变赤贫的命运？第一是培养价值性思维，成为价值性人才。价值思维是指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通过一系列价值评判进行充分评估，最终做出价值最大化的选择。评估的思维体系就叫做价值思维。举个例子，选择上了4年大学这件事情的价值，主动的价值是个人知识水平的提升，成为了一个掌握了专业技能的人才。被动价值是获得社会对人才认可的终身资质，并且有机会继续进行深造独守独博。如果这4年你选择在一个工厂里打螺丝，那么主动价值就是学会打螺丝这个技能，加上每个月有操作员工的固定工资2000到3000元，但是几乎没有被动价值。能打螺丝这个技能在社会上得不到太大的认可，也不会带来额外的财富。通过以上的2个例子，我们看到同样的事情，如果选择不同，得到的回报价值也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在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上，他们不断地将有较高价值的事情叠加在一起，打造自己的竞争优势和不可替代性。但我们普通人不可能是全才，不可能在每一个方面都表现得很优秀，甚至在许多方面是成功的。那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发现自己的独特优势，并把它磨练得足够优秀，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变得出类拔萃。那么什么是独特优势？可能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最独特，人无我有。这种想法有些片面，准确的应该是人有我优。比如说同样是敲代码，一个项目别人需要3个小时，你1个小时就能搞定，是因为你敲代码的速度比别人快吗？并不是，因为你一直都在不断优化。有些功能会封装为通用的模块，需要的时候直接调用就可以了，而别人是从头到尾一个一个的敲，这就是你比别人强的优势。你喜欢优化代码，平时可能看不出优势，但是一旦到了实战的时候就会体现出来。你需要做的就是进一步强化这个优势，并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优势，而不是单纯增加每天的工作时间。第二是放大个人价值，进入马太效应正循环。作为成年人，一定要懂得价值交换。你的价值越高，
你能够兑换的财富也就越多。所以当你有一定价值优势时，就要想尽办法放大你自己的价值，这样才能进入马太效应的正循环。什么是马太效应？马太效应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强者越强或者越弱的两极分化的现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赢家通吃，强者总会更强，弱者反而更弱。强者随着优势的积累，优秀的人、优质的资源和人脉都会随之而来，也就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说从0到100万很难，但100万到1000万很容易的重要原因。当我们存款只有5000块钱的时候，我们所接触的人以及朋友的层次都是这种存款水平的人。说白了，每天可能局限的生活便是下班之后一起出去吃个夜宵，然后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工资太少，抱怨领导不行等等。但是当你的存款有了100万之后，或许你所接触的人，他们所聊的话题便是如何投资，如何理财，甚至是有哪些新的机遇和风口。所聊的话题或许更加物质了，但是从他们的聊天信息里，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其他人的收入途径和方法。总而言之，工作赚钱的经济学本质就是一个人把他拥有的资源拿到市场上去变现成货币。通俗点讲，就是你能赚多少钱取决于你值多少钱。不经过任何学习，我们就只能出售自己的时间和体力，去做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领着微薄的薪水，时间和体力将成为你唯一可以售卖的资源。但是这个资源并不值钱，因为不具稀缺性，任何一个健全的人都可以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和时间来做这份工作。所以在生活工作中，除了充分了解自己的天赋与优势，选择适合从事的岗位或项目之外，还要打破给自己设立的限制，尽量获得更多机会，使你能在平常的工作范围之外，也能够从事一些对他人有价值的服务，从而慢慢成长为不可替代的人。它既是感情润滑剂，也是社交万金油，既能在开心时助兴，也能在难过时消愁。它就是会对人体造成极大伤害，却依然在全世界广受青睐的一类致癌物——酒精。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河百度。今天咱们就揭穿酒精最真实恐怖的一面，你喝下去的每一滴酒是如何伤害大脑的，以及为什么明知道喝酒伤身，你还是不能自己的贪杯。我们先从一个传言说起，你一定听过适量饮酒有益健康的说法。据说20世纪80年代，法国人每天的饮食中都含有大量脂肪，但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却普遍较低。于是有医学研究者声称，是因为法国人爱喝红酒，所以红酒有益于健康。但事实上，他忽略了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经常喝红酒的人属于高收入群体，他们也有较好的生活习惯和健康意识。后来各国的研究者也展开了大量调查，但都没能找到喝酒有益健康的有力证据。反而是在2018年，全球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发布了一项研究报告，彻底打破了人们企图边喝酒边养生的幻想。报告分析了近20多年来195个国家的694项数据源，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没有所谓的适量，最安全的饮酒量就是0。为什么柳叶刀会给出如此绝对的结论呢？接下来我们看看酒精进入人体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天你忍不住小酌一杯，酒精或者叫乙醇就开始了在你身体里的肆虐之旅。进入人体后，乙醇被胃和小肠吸收到血液中，乙醇在血液中的浓度就是一个人醉酒的程度，所以理论上你喝得越快，消化道吸收得越快，醉得也越快。随后血液循环把乙醇送到肝脏进行一系列代谢活动，先是被乙醇脱氢酶分解为乙醛，然后乙醛被乙醛脱氢酶分解为乙酸，最后乙酸再变成二氧化碳和水排出体外。乙醇代谢得越快，代表酒量越大。可惜大部分人的肝脏每小时只能清除15毫升的乙醇，也就是一瓶啤酒的量，所以在你将进酒杯莫停的时候，会有大量的乙醇堆积下来，并跟随血液四处溜达。这里要提一下，喝酒脸红的人是因为乙醛脱氢酶的活性低，代谢乙醛的速度慢，导致大量的乙醛也堆积下来，也跟随血液四处溜达。乙醛让血管扩张，看上去就是脸红。更严重的是，乙醛有毒且致癌，会对身体器官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喝酒脸红，别逞能，那不是能喝，而是中毒。由于超强的渗透能力，血液中的乙醇只用了30秒就穿过血脑屏障到达大脑。大脑的神经元是通过神经递质进行信息传递的，这些神经递质可以分成兴奋型和抑制型2类。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是油门刺激大脑活动，一个是刹车抑制大脑活动。正常情况下，二者处于一种微妙的动态平衡，直到乙醇的造访打破了这一平衡。乙醇能增加抑制型神经递质 GABA 的释放，减少兴奋型神经递质谷氨酸的释放，
这一捧一踩，你会在喝酒初期感到镇静放松，但这并不是好事儿，因为随着平衡进一步被破坏，信息传递的效率进一步变慢，你也就变得思维迟缓，注意力下降，可能还有点犯困。这些表现相当于大脑已经在劝我们别喝了，但多数情况下，我们不仅不听劝，反而越喝越嗨。因为乙醇也能刺激奖赏回路中多巴胺的释放，给我们带来愉悦感。你喝的越多，多巴胺释放的越多，你也就越想喝，跟炫砂糖橘一样停不下来。而且喝嗨了，总有人躁动不安，变得活跃话多，因为前额叶皮质的作用也被酒精抑制了。前额叶皮质负责控制情绪、约束行为，让我们保持理智。乙醇限制了它也就没法限制我们了。2杯酒下肚，话少的人也可能滔滔不绝，拘谨的人也可能翩翩起舞。总之就是平常不敢说的话敢说了，平常不敢做的事敢做了。酒壮怂人胆就是这么来的。气氛到这儿了，你自然不会就此打住。这个时候，大脑里 GABA 和谷氨酸的平衡持续向乙酯端倾斜，你会发现自己意识模糊、情绪失控、行动笨拙，就连说话也挂不上档了。这是暂时性酒精中毒的表现，因为当血液中乙醇的浓度达到100毫克每100毫升时，你的大脑、小脑和脑干都已经被酒精深度损害了。比如它会麻痹负责运动和平衡的小脑，虽然你不会去冒险开车，但也有可能在厕所里摔一跤。同时由于它也会损伤负责短期记忆的海马体，所以即便你摔了一跤，第二天看着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这还不是最严重的，乙醇还会降低脑干中延髓的作用。延髓控制着知觉、呼吸和体温这些最基本的生理功能。如果它被限制了，醉酒的人很可能会因为极度犯困而昏睡在任何一个地方，哪怕是冬天寒冷的大街上。再加上呼吸减缓、体温流失，他们睡过去没准就再也醒不过来了。还有一类人，他们酒后不会丑态百出，醉了就去睡觉，睡一觉什么事都没了。但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吗？事实上，喝酒助眠也是一个谎言，虽然它的确让你更容易犯困和嗜睡。前面咱们说，酒精会抑制兴奋型神经递质谷氨酸的释放，在身体慢慢排出酒精的过程中，大脑会过度纠正，谷氨酸会反弹，让神经系统变得更加兴奋。所以在你睡着时，大脑其实仍然处于兴奋状态，你的睡眠也就时不时被短暂的清醒打断，只不过很快会再次入睡，你察觉不到这种间断。但脑电波不会骗人，我们平常的睡眠是在快速眼动睡眠和非快速眼动睡眠两种睡眠形式的重复循环下进行的。非快速眼动睡眠的脑电波比较活跃，但肝脏代谢酒精产生的物质会抑制这种活跃的脑电波，你也就无法进入快速眼动睡眠。真要找一种状态来形容酒后的睡眠，那应该是麻醉。这种睡眠起不到应有的修复作用，所以即便你睡到了第二天中午，还是会疲惫乏力，同时伴有头疼恶心的宿醉反应。当你2天1小喝3天1大喝的时候，酒精会不断的促进 GABA 释放，抑制谷氨酸释放，大脑长期处于过度抑制的状态，表现出来就是反应迟钝、思维缓慢、注意力涣散，整个人精气神很差。所以有些人你一看就知道他肯定是个酒蒙子。为了恢复平衡，大脑激活了神经适应性，降低 GABA 受体的敏感度，提高谷氨酸受体的敏感度，以此来削弱酒精的影响。可惜好心办坏事，由于谷氨酸系统变得更加灵敏，当你没在喝酒的时候，你就会变得特别敏感，容易焦虑，感觉压力大，情绪也不稳定。你想要平静放松，就只能喝更多的酒来调整 GABA 和谷氨酸水平，也就慢慢产生了依赖性。你喝的越多，适应性让天平越倾斜，你就越难受，就得喝得更多。这简直是令人绝望的死循环，也是酒精成瘾的主要原因。所以那些长期酗酒的人，不一定是真的爱喝，而是他们不喝真的难受，不得不喝。一旦成瘾，大脑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只能在酒精的淫威下放弃抵抗，乖乖就范。英国医学杂志 BMJ 发表过一个时间跨度长达30年的队列研究，对550名成年人的每周饮酒量和认知表现进行反复测量，并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核磁共振成像。结果显示，每周摄入酒精超过30单位的人，海马体萎缩的风险是不喝酒的人的 5.8 倍。30单位可能不够直观，换算成50度的白酒，差不多也就是1周1瓶，好像也不多，对吧？其实这些参与者没有一个是酒精依赖者，但危害已经很大了，更别说那些1天3顿离不开酒的人了。海马体是记忆和认知的核心区域，它的萎缩会直接导致记忆力下降和认知功能障碍。有小伙伴可能会说，我记性本来就很差，所以问题不大。但你真的不担心哪天出去遛弯找不到回家的路吗？因为记忆和认知衰退也是早发性痴呆症的典型症状。马懂什么？柳叶刀公共卫生杂志在2018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在65岁以下的早发性痴呆症患者中，57%都有酗酒史。酒精对大脑的影响当然不仅仅是海马体，事实上它几乎是雨露均沾。
对大脑的各个部位都有不同程度的伤害，而且最容易受伤的往往也是那些最重要的部位。根据2007年发表在《神经心理学》上的一篇系统性综述显示，酗酒者额叶的神经元密度降低，这会影响很多高级认知功能，比如抽象思维、决策判断、情绪调节，对喝酒这件事的控制力也会下降。你越喝越控制不住自己。酗酒者下丘脑的反应能力衰退，除了内分泌失调和睡眠障碍外，它还会导致一种奇怪的顺行性健忘症，就是你能记住以前的事儿，但记不住刚发生的事儿。另外，酗酒者的小脑也会发生萎缩，这会造成平衡性差、运动能力下降，轻者行动不灵活，重者走路不利索。幸运的是，亚洲人似乎天生就有戒酒基因，因为30%到50%亚洲人的乙醛脱氢酶2的基因存在缺陷，代谢乙醛的效率低，一喝酒就脸红。因此上脸这个现象又被称为亚洲红脸症。乙醛在体内的堆积会引起强烈的中毒反应，恶心、呕吐、头疼，所以理论上你喝一次就不想再喝第二次了。可惜生理反应最终还是败给了比酒本身更令人作呕的酒桌文化。我猜很多时候你并不是要把酒祝东风，也不是要美酒聊共辉，而是坐在对面的那个肥头大耳的家伙让你频频端杯。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把伤害降到最低呢？这里有3个小技巧。1. 小肠吸收酒精的速度比胃快得多。如果你喝酒前吃点东西，胃在消化食物时会关闭通往小肠的大门幽门括约肌，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乙醇进入小肠的时间，你也就更不容易醉。所以别那么实在，少喝酒多吃菜。2. 如果有选择，尽量选择度数低的酒，因为酒精含量越高，相同时间进入血液的乙醇越多，醉的也越快。另外最好不要选带气泡的酒，因为二氧化碳有助于酒精从胃进入小肠，加快吸收速度。3. 该怂就怂，该拖就拖，你喝得越快，酒精吸收的越快，所以在酒桌上你就慢慢喝，尽量少增加肝脏负担，多预留代谢空间。别听那些劝酒的，知道你不能喝、不想喝还硬劝你酒的人，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最后还是得说，一旦喝了，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伤害都已经存在了，而且会持续影响很长时间，甚至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所以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不喝。之前我表弟给我讲了他职场中的一件事儿，他的领导有个项目，想在他和另外一位同事中选一个负责。职场人都知道这是个好机会，做成了升职加薪，做不成全能历练。由于他和这位同事也是朋友，所以在他的领导找他们沟通时，他碍于面子犹豫了一下，但那位同事显然没有这个顾虑，立马拿出了当仁不让的态度，最终也成功拿下了这个项目。大多数人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奉行着恭敬谦让的道德礼仪，这的确能帮我们获得赞誉，但它并不能帮我们赢得利益，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会造成利益的损失。斯坦福商学院等3所大学做过一个实验，研究者把被试者分到几个小组，然后给每人20美元的筹码，他们可以选择自己保留，也可以选择贡献出来当成小组的集体财产。送出筹码最多的人自然也更受欢迎，但在与其他小组竞争的情况下，研究者让每一组选出一个领导，这次就轮不到无私的人了，得票最多的是表现得自私并且具有攻击性的人。作为研究者之一的利文斯顿教授是这么解释的：人类天生倾向于服从支配，自私让人看起来更有主导性，而人们习惯把主导性和领导力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竞争的环境下。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自私的人更容易获得权力、地位、财富等利益。社会科学家达切尔·凯尔特纳对富人和穷人的各种社会行为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后发现，富人大多是利己主义者，而穷人更倾向于为他人着想。毕竟社会资源是有限的，但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人类社会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对各种资源重新分配，这个过程避免不了损人利己或损己利人的情况。从社会层面来看，自私是人们争取资源的动力，谁更自私，谁争取到更多资源的概率就越大。所以像我表弟这种情况，有情分又要竞争，如果把利益看得更重，就不要在意自私这个标签；如果把道德或者面子看得更重，就不要纠结于利益得失。谁也不能又当又立，对吧？
作家莫言讲过一个故事，他小时候家里穷，有次中秋节，一家人难得吃一回饺子，当然每个人也就那么一小碗。这个时候来了个要饭的老人，莫言端出半碗红薯干给了他，结果老人破口大骂：“你们吃饺子，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莫言一听，当时就懵了，这理所当然的口气竟然让他无从反驳。最终老乞丐赢得了道义的胜利，吃掉了莫言家半碗饺子。也正是因为莫言一家人的善良，他们经常被村里的人欺负。母亲在捡麦穗时无故被人打了一个耳光，大哥成为乡里第一个大学生，得到的却都是别人的嘲讽，自己仅仅因为偷了一根胡萝卜，被人带到父亲面前狠狠地打了一顿。父母总教导我们，凡事多忍让，吃亏就是福。但慢慢的你会发现，你越是委屈自己成全他人，越是主动让步不会拒绝，越换不来福报，相反得到的是别人无理的要求和索取。有次经历让我决定再也不惯着别人。朋友借我的车，虽然我每天通勤也要用，但还是选择自己坐地铁把车借给了他。结果车被划了，我说那你去补一下漆吧，没想到他来一句：“你不是有保险吗？”从那以后我意识到，别人轻视我欺负我，其实都有我的一份功劳。换句话说，是我同意别人这么对我的。他们在选择用什么方式对待我之前，已经权衡利弊过，经过了对比分析之后，最终选择了欺负和伤害。而如果换成一个强势的人，估计那个朋友就主动去补漆了。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你这么好，一定得帮我，你可从来没有拒绝过我啊。”仔细想想，我好并不是一定要帮你的理由，选择帮你应该是因为你值得帮才对。所以小伙伴们千万不要像之前的我那样，好人有好报，但老好人只有好欺负。你有了锋芒，别人才会有边界。没有棱角的善良，并不能向世界传达你的善意，反而是告诉所有人：我很懦弱，来欺负我吧。小时候我发现父母很矛盾，比如我看到别人家孩子吃汉堡买玩具，我就跟我妈说，但她总是回复我：人家有钱，别羡慕人家。不过每次我考试考不好就不一样了，她会说：你看那谁谁又考90多分，就你笨。当时我就想用魔法打败魔法，回她一句：人家聪明，别羡慕人家。但考虑到她的巴掌肯定比我的嘴硬，就咽了回去。他们一边不让我跟人家比，一边又把嫉妒灌输给我，因为他们清楚，只有我嫉妒那些学习好的学生，我才有可能学得好。知乎上有个学霸，他学习的秘诀就是嫉妒其他学霸，他不关心考多少分，考什么大学，就是想干掉比自己强的人，看到自己的名字排在他们前面。所以嫉妒也可以是一种在竞争中取胜的动力源。日本心理学家查某俊说过，竞争心跟嫉妒心是互为表里的关系，要胜过比自己强的人，不愿输给比自己差的人，这都与嫉妒心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人们之所以排斥嫉妒，很大程度上是担心自己掉入情绪勒索的陷阱中。情绪勒索就是说一个人被一些事儿影响，造成了过激的情绪，然后他通过嘲讽、打压、逃避等手段找回心理平衡。比如我看到老师把奖学金名额给了张三，我不服气，就觉得有黑幕，还在背后诋毁张三。你看，这也是嫉妒，而且这种恶性嫉妒完全是被负面情绪勒索，产生了不理智的行为。良性的嫉妒应该是，我看到张三拿了奖学金，我也想拿，所以我比他更努力，让自己超过他。二者的区别是，恶性嫉妒是把别人的好通过假想或诋毁的方式变成坏，良性嫉妒是把自己的坏通过追赶和竞争变成好。所以在理智的情绪下保持适当的嫉妒并不是一件坏事儿，它会让你有一种冲动，把目标放在出色的人身上，接着超过他们，让自己变得更出色，而不是在大脑里意淫别人的缺点，然后让自己融入更差的圈子来平衡脆弱的内心。敏感的人在社交中特别累，我以前就是这样，朋友说我2句，我得细品好几天，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同样一件小事儿，别人波澜不惊，我越想越气，不停的内耗。虽说敏感并不是一种心理问题，有时候还有其独特的价值，比如更细心、更感性、更具有同理心。但很多时候，敏感的人总会被别人误认为是矫情、玻璃心、难伺候，而且他们很可能会成为其他人的情绪垃圾桶。美国洛杉矶大学医学院的心理学家加里斯梅尔做了一个实验，他让一个乐观的人与一个郁郁寡欢的人同处一室，不到半个小时，那个原本乐观的人也开始唉声叹气。后来通过进一步证明，只需要20分钟，不良情绪就会传染给其他人。虽然实验中没有考虑参与者的性格是否敏感这个变量，但我觉得敏感的人应该会被传染得更快。现实中也正是因为敏感型人格更具有同理心，别人更喜欢找他们分享不开心的事儿。昨天被领导骂了，今天跟老公吵架了，
别人说完可能就没事了，但这种坏心情会在敏感的人心里停留很久，他们甚至会以此联想到自己那些不开心的事儿，进一步放大坏情绪。当然，这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们过度在乎别人的评价，这也使得他们更容易成为标签效应的受害者，就是别人的话会像标签一样贴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进行自我印象管理，让自己的行为与标签一致。比如一个敏感的人被别人说笨，他真的会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在这种心理预期下，久而久之评价会变成现实。但如果一个心大的人被这么说，他立马就怼回去了，而且完全不放在心里。所以你得把自己变得迟钝一些，准确的说是脸皮厚一点，内心强大一点。你可以开导别人的伤心、焦虑、沮丧，但大可不必跟他们一起伤心、焦虑、沮丧。毕竟你首先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别人毫无道理的批评指责就更不用当真了。大家都为自己而活，犯不着恶心自己，取悦别人。更何况